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历史人物徐福。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有疑问，徐福是谁？没有听说过呀？别着急啊，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徐福是在史记上失踪了的历史人物。在我国的历史上，失踪的历史人物一共也没有几个。而在这些失踪的人当中，徐福可以说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了。因为在史记上说，徐福得平原广德，指王不来。意思是徐福找到了一个平原广德，在那里做了皇帝，于是再也没有回来。而传说这个平原广德就是日本。而他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，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徐福东渡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专门讲历史上的奇闻趣事、未解之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类的话题，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以后更新的视频。我们话不多说，时间回到公元247年，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。随后他平定嫪毐的叛乱，除掉吕不韦，独揽大权，于公元230年灭掉韩国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用了10年的时间，在公元前221年相继灭掉了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6国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。不得不说啊，前期的秦始皇确实是一名优秀的统治者。关于秦始皇的功勋我们都知道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。但是到了他统治后期，他开始迷恋长生不老，因为在他统治的后期发生了一件事，这件事在史记上也有记载。36年，荧惑守心，有坠星下东郡，置地为食，前手或刻其时曰：始皇帝死而地分。这个意思是秦始皇36年，也就是嬴政49岁的时候，天上有一个星星掉落在了东郡，落地之后变成了石块，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句话，就是说秦始皇死了以后，他统一的6国就会重新分开。其实这种事在现在看来很容易解释得通，他们理解的星星其实就是一块陨石，陨石从天上掉下来，陨石上面的字肯定就是当时不满足秦始皇统治的那些其他6国的人刻上去的，这是他们那个时候造反人的一贯手段，是吧？陈胜吴广不就是这么干的吗？他们先把鱼肚子里边塞上字，然后再假扮狐狸在旁边喊大楚兴，陈胜旺，就是给人们一种错觉，灭掉秦始皇是天意，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响应他们的号召。谁知道秦始皇看了以后当真了，到处寻游求仙，妄想自己永远不死，这样就可以永保大秦的统治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人一旦对某方面产生极强的欲望之后，就很容易失去理智，从而上当受骗。就像现在的老头老太太，很容易被卖假药的或者卖保险的骗，因为他们知道老年人对健康是有很强的欲望的，只要说他们的药可以包治百病，就很容易让老人丧失理智。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人性就那么回事是吧？于是在那个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，他知道世界上有3座仙山，分别叫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上面住着神仙什么巴拉巴拉一顿吹，把秦始皇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。这个人就是徐福，搁现在就是一个给老人卖保险的骗子。那个时候这个职业叫方士。据说这个徐福还是鬼谷子的徒弟。那个时候鬼谷子的徒弟那可是相当不得了，像孙膑、庞涓、苏秦、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徒弟，个个都是惊天伟地之才。所以徐福如果真的是鬼谷子的徒弟，那可能还真有点什么。于是在骗完秦始皇之后，就有了徐福东渡的故事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，徐福受秦始皇之令，率童男童女3000人东渡瀛洲，为皇帝寻长生不老药。徐福东渡的出发地就是他的家乡琅琊，大概的位置就是现在山东省临沂市。其实徐福第一次出海并没有带很多东西，只是带了自己所需要的钱财。他并不是一去就是好几年，而是以琅琊为根据地多次出海。你可以理解成秦始皇给的钱用完了之后他就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向秦始皇要足够的物资之后，他就再次出海。这样的状态一共持续了9年。虽然秦始皇一直催他，但每次回来徐福都是一无所获，让秦始皇白白养了他9年。这不明摆着就是个骗子吗？秦始皇居然还这么坚信徐福可以把药带回来。其实说白了，这9年里徐福到底有没有在海上都不一定，没准从琅琊出海之后走远一点，随便找个地方上岸，把钱花完了之后再回去呢。
能忙多久就忙多久呗。这样过了9年之后，徐福跟秦始皇说，东海里边有礁鱼，每次出海都会碰到一个巨大的礁鱼捣乱，所以导致这些年一无所获。正巧就赶上秦始皇那些天做梦，梦到自己与海神交战，于是就更加坚信这个徐福有点东西了。于是就派兵带着捕鱼工具入海，抓上来一条很大的鱼之后，并亲自射杀了。这件事之后，秦始皇就更加坚信徐福很快就可以找到长生药了。徐福也感觉到了这个事儿恐怕是瞒不住了，于是又一次出海回来之后，跟秦始皇说自己到了蓬莱了，看到了神仙。神仙觉得他带的礼物不够，不愿意给他长生不老药，于是徐福给秦始皇列了一个单子，实际上有记载：前镇男女3000人，资之五谷种种，百工而行。就是上面提到的3000童男童女，很多工匠和很多谷物的种子。带上了这些礼物之后，徐福最后一次出海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们从他带的这些东西就可以大概的分析出，他这9年确实没有闲着，他肯定是找到了一块与世隔绝的土地，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民族。带的这些东西足以支撑他可以在那里称王，满足日常生活之外，还能够一直繁衍下去。这也印证了史记上说的徐福得平原广德，指王不来。那么这个所谓的平原广德到底是不是日本的？是不是日本我们还不能确定，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徐福从琅琊这个地方下海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如果他不是死在海上的话，那他肯定就是找到了一块不属于秦国的版图。那从地理的角度分析，他去了日本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历史资料的记载。日本国史略中记载，孝陵天皇72年，秦人徐福来。现在我们在日本的歌山县可以看到徐福的墓碑，并且有徐福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。但是这是后人自发组织的，墓碑也是后人自己建的。他们把徐福作为知识和医药之神，并且在日本的传说中，他们的天皇神祖是渡海而来的，但是没有说明是从哪里过来的。这些都可以证明徐福确实来过日本，而徐福来的时候，日本还处在石器时代，所以他肯定对当时日本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作用。这也难怪人们把他供奉为知识之神。曾经做过64天日本首相的羽田孜曾经公开表示自己是徐福的后人。他说他的祖上姓秦。根据日本民间的记载，日本7代孝陵天皇之时，徐福来日本列岛，先后抵筑柴、不二山，然后把7个儿子改为日本姓氏，并且分别派往7个地方。徐福也改名为秦之徐福。据说日本的姓氏福、羽田、波田、波多等姓氏都跟徐福的子孙有关。在日语中，秦字和羽田的发音相同，所以羽田孜说自己的祖上姓秦是可以得到证实的。在日本的资料记载中是孝陵天皇72年徐福才来的，这就可以证明传说中徐福是日本人的祖先，这是不真实的。但是徐福确实是来到过日本，并且传授了日本很多先进的知识，促进了日本的发展。可惜的是秦始皇到死也没有看到徐福把长生不老药给他带回来。从徐福第一次出海，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了，只不过秦始皇不愿意相信而已。很多时候人们即使知道结果是必然的，但还是寄希望于神灵，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丝希望。即使是有了徐福东渡的先例，以后的很多帝王还是相信徐福就在东海的蓬莱仙境，他们幻想有一天可以派人找到他，求得长生不老药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即使秦始皇得到长生不老药，也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。秦朝该灭亡还是会灭亡，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存在，历史就会改写。那么在这里，徐福东渡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